有个 ERP 我真的是做不了它。汤库这个概念它都没有。你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某个目标，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方向不是对的话，你有可能会白费力气。对。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工厂诚实说的阿成。我是工厂医生如玉。好，上一集的特别篇，我们讲了一些你们在厂商那边遇到的一些离奇事件。那你们有比较不喜欢做哪些案子吗？有啊，例如那个我们一开始跟业主沟通的时候呢，他的态度就是，反正我就是给钱，你就什么事情给做好啊，他并不参与这件事情的那个整个活动里面，这是我们很痛苦的，因为我不能帮公司决策。就是那个下决策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做才是他要的，因为有时候一件事情的做法有两种，那这两种的时候各有它的优缺点，而这个优缺点当然都会对公司有所影响，但他必须做决策，但是他不做的时候，我们这种客户就不 OK。其实啊，我们到客户端的时候，我们会观察老板的状况。那通常有一种老板啊，他可能是本身比较有业务底子的，他真的坐不住。你要叫他坐在那边，然后静静的听你讲个15-30分钟啊，他真的很困难。他就会随时可能就是坐大概不到2-3分钟吧，他就会想要站起来哦，然后就是可能要么就接个电话啊，不然就是旁边走一下晃一下，然后不然就是说我们的提问哦，他找人来就是跟我们对口，但是我们在跟窗口这边做一些问题的 QA 答复的时候啊，他人又不在现场，所以这很常会造成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讨论很多作业流程的细节，可是老板呢，他通常不在意这些细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太喜欢做这样子的案子，因为很有可能到时候就是有一些有争议的地方啊，因为当时讨论的时候，老板没有办法就是陪我们细细的去了解到这些过程，所以到时候有问题要请他出来做仲裁的时候呢，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就是帮我们做一个比较中立的判决，这样子。对，所以等于就是说，公司有很多的决定都卡在一个，因为决策者他不知道细节，但也不愿意花时间了解细节，而导致没有办法下决策，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卡在那边。很多案子啊，我们这样子一卡，通常可能就会卡个6到8个月左右，这个都是不夸张的数字。这个是经常是说 leader 他要的是 A。他脑袋想的都是 A， 然后找我们讲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跟他聊的时候是 A， 那进来开会的时候，他就说好，那我的就是这样，就请窗口跟我们联系，然后就退了，他就退出会议室。可能这个整个专案里面，即便你在群里面怎么讨论，他有看等于没有看，到最后因为做出来会是 B 想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做出来的是 B， 但最后他就告诉你不是啊，我要 A 啊，哇，那个太可怕了。所以这时候已经过了半年。对。而且可怕的是，我们已经开工写下去了。那到时候又翻起来，可能连架构都翻掉的时候，那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已经，一开始我们就会先对业主他的模式吧，对他的脑袋先进行扫描一遍，这个不适合，我们就不用勉强。好，那再来第二题想问啊，你们有比较喜欢做哪种案子呢？对应刚刚那题就是相反的，就是客户他这个 leader 就是业主，他比较愿意参与这整个专案里面的一个程序。然后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的决策，我们咨询问他，A 跟 B 方案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个？他可以很快跟我们决定。那一旦他有决定，我们的速度就会加快。其实最重要是，当我们的速度加快的时候，对他也是个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也可以缩短他们在整个专案过程的时间。那人员就不会觉得疲惫，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一个案子拖太长的时候，员工有的心态，他们说：“哎呀，老板又只是讲而已。”他可能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但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程序出来的时候，员工会觉得你又在讲了，这样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能够赶紧去做好一个决策沟通的时候，那阶段性来上线，对于整个企业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比较喜欢业主啊，他比较能够协助。从中就是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决策。那即便说他没有办法全程参与，但也没关系。可是至少重要的决定，他可以帮忙就是下决策。那他也愿意就是定期来了解我们专案的阶段情况。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案子啊，我们跟业主配合起来呢，就会非常的愉快。那刚刚讲到的是比较喜欢哪一种业主？
那你们有比较喜欢做哪一种内容的案子吗？如果就成就感来说啦，当然大一点的需求的案子对我们来讲有挑战性，再加上这个业主他又很支持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是我们超开心的。因为假设他从他整个营运的流程，产销人发财这边，像是生产里面有物料的从物料开始进行。那物料牵扯的面又比较大，还有品质跟生产的模式，这个真的是对工厂非常重要的。如果这3个大的模块是一起进行，而且是我们统一我们在进行规划的时候，对整个的专案主管又很参与，一旦完成这个案子，他们的整个效率啊，还有那个绩效的提升是很有帮助，我们就会觉得超级有成就感。说到了比较喜欢案子的类型其实刚刚我们阿纪这边有分享到。他比较喜欢就是大型，然后可以整合很多部门的案子。我这边呢，其实最近有喜欢另外一种案子就是我最近觉得做短打的案子也不错。当然它的规模相对会比较小一点，但因为它的导入的范围呢相对也比较小，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快速的结案。那这个也很有利于帮助我们在累积客户的数量这件事情。因为过去在我们这个 SI 的行业其实我们的行业最困难就是客户数量不多，然后一个案子都要做很久，所以对我们来讲，经验值的累积以及人才的养成就会花比较长的时间。那我最近就是还蛮喜欢有一些这种，比如说他只是想要优化他生产进度管理的一些这种小案子，那这种就可以很快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们就快速的起案结案。那这边案子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把这边的经验再去复制到下一个类似相同的行业。那这样子快速的累积客户数量，快速的累积案场经验，有助于我们未来的新的人才的培育。对，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是说我们在帮或者是在叫做协助我们的客户在做他的数位转型这件事。其实另外一件事是返回来是说阿成这里他会喜欢做短打快速，是因为可以训练我们自己内部的员工，我们的 RD 我们的 PM， 我们的方式是说他这些 PM 或者是 RD 他是亲自会到案场里面去，越多的案子的时候他的经验会越丰富，所以他可以走出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说大部分的资讯厂商都是 RD 就在办公室，那他们没出门，他没有真正遇到客户，当面对面去知道说你到底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也没有看过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他阿弟会比较在家里面想象，所以这个短打有我们的优点。那阿纪喜欢玩的就是年纪大，我们喜欢玩成就感，就会喜欢大的，所以大小我们都有各自不同喜欢的领域。那像刚刚阿纪有讲到，就是喜欢比较有成就感案子，那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呢？我这边的案例以前有协助一个手工具厂商，从 ERP 还不是那么好，一直到整个新厂的时候，那新厂这边全部的自动仓储啦，然后自动化的机器设备，然后自动化的一些程序跟包工，整场做起来是挺开心的。那同样这个方法，我们一旦成功过有经验之后，在第二家像是做那个汽车零件，也是整场的设计跟规划，很大型的那个自动仓储，将近破亿的，连那个物流线整体进行规划的时候，还把那个自动化的动态排程完成。这个就是我特别会想要去实践实验，然后也更有成就感的一个案例。像我这边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案子呢，其实是服务一些比较小型的客户，对，因为他们过去真的是非常的传统，你就看到说他们过去真的是现场的作业人员也是很乖啦，就是也非常听话照做他们就是主管交代你要填写什么报表那你就乖乖的一个字一个字去填写，然后慢慢的去转变，帮他们走一些数位化的生产进度回报的系统。那开始之后，产线这边就有电脑可以使用。然后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铁材加工的工厂，其实人数不多，大概就10几人而已。里面的作业人员其实也有一点年纪，大概在50、60岁左右。那因为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开始会接触到使用到一些电脑系统，然后他在回到家后，他的小孩在电脑上面有一些问题，然后就很直觉反应说，你这个电脑发生的问题那你应该第一步先进行重开机的动作，那你就可以就是很多障碍都可以快速的排除。那果然真的，电脑重开机之后呢，他就快速的把这个电脑的问题呢，让它自动给排除掉了。
那所以我觉得我的成就感会来自于这些就是小型的成功案例。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间公司的成功，但是一间公司成功的背后，它其实都对应的很多的家庭。那如果说透过资讯科技的力量，可以让一个普通真的是对这些资讯科技不是很了解的家庭，让他们慢慢也感受到这些资讯科技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那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有成就的事情。那在第4题想问的是啊，船厂有分那么多种，你们比较想专注在哪些类型的工厂呢？因为地域性的关系，我们在台中最主要就是机械产业，就是机械零组件、机械周边，还有手工具以及那个自行车，这3个是最主要的。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沿海彰滨一带，还有一条那个属于汽车零组件的供应链，所以我们主攻是在这4个产业这一边。没错，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是在手工具的行业这边起家的，所以我们对于传统手工具的制造的流程啊，其实非常的熟悉。那当然，除了手工具的加工制造以外，一般我们常见的讲说，以产品的类别啊去分类我们服务的工厂类型，其实用制程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哦。比如说，像我们接触最多的，应该就是 CNC 吧 CNC 对，没错，就是以 CNC 加工为主的车铣床这样子的。对。那除了 CNC 加工以外啊，比如说像冲床，甚至像一些砖啊、焊啊，对，钻孔啊、折啊，对，折床，一些钣金，类似像这种的行业，其实我们都接触蛮多的。但不外乎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啊，如果以大分类来讲，它就是以金属行业为主。当然有另外一块就是属于像塑胶加工的行业，比如说射出，对，那射出又有分，就是可能真空成型的，对，或是比较小型的那个注塑等等。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产品的类型去分辨，或者是说用加工制成的方式去分辨，但不外乎就是属于2大类型，就是金属跟塑胶。对，那如果再细分的话，就可以再往下展出各种不同的金属制品或是塑胶制品这些。但都是以传统产业为主了。像之前就有个客户问我说，那个 IC 封装的你们有没有办法做？我也是啊，SMT 打件你们做不做？对，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因为那个领域本来就已经有专门的那个一些 SI 跟软体在做了，我们没有必要再扩到那，而且那个费用上也不太一样。那我们中小产业他们没有办法到那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协助像刚刚陈总，他比较喜欢小型，就是给他一个很低的入手的一个机会，赶紧上去做数位化的这个程序。好，那上次有说到你们有自己的系统啊，有没有什么给大家在选择系统时候的建议呢？这个建议说先回归，就是我们要先进行诊断，就是他的资讯。我常常讲，我们为什么叫工厂医生，就是因为我们要先望闻听切，看清楚他的痛点问题是什么，然后才给，而且是要先找最痛的那个点才给予治疗。有时候轻重缓急啦，不要因为说客人说他有8个痛点就给他8道系统，就太可怕了。先找到主要的症状，先处理它。然后这个也许就是从这个系统再从中间旁边去外扩，也可以处理到它其他的问题。像我自己在给选择系统上面的建议的时候啊，我主要的建议就是钱要花在刀口上。对，因为其实一间公司尤其是像我们中小型的传产工厂啊，其实我们的每年你可以花的预算都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你就是年之中你只能选择你要做某几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全部你想做全部都做，对吧？因为一切都是来自于预算有限，资源有限，所以选择就会非常重要。你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某个目标，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方向不是对的话，你有可能会白费力气。对，所以一般我会选择，就是建议客户把钱花在刀口上，哪个问题它是影响你最深、最痛的，那我们先处理它，就是有轻重缓急。好，那最后一题想问说，之前有说到有遇到一个客户啊，他一次买了7到8套 ERP 系统，那可以请你们谈谈，如果要选择的话，要怎么选择适合自己企业的 ERP 系统吗？好的，聊一下 ERP 这一件事。上次那个真的是太神奇的传说。
我们要买一套 ERP 或者要换一套 ERP 之前，如果是要换，那你已经表示说你曾经使用过，而且你也知道原本的系统是什么地方不符合你使用。那功能吗？还是规格？那你就是把那些补上去之后，再去问新的这一家，请他告诉你有没有这些功能，所以它是比较容易。但是新的要入手的时候，因为没有使用过，他也不知道到底 ERP A 厂商跟 B 厂商跟 C 厂商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差别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困惑。反正人家讲说这个好，他的朋友跟他讲可以，他就可以。可是朋友的可以跟你的可以是不见得会一样，那可能要自己要思考一下，比如说。他对他自己库存的管理的期待，像有时候我去工厂看到他们的库存是放得很整齐，然后每一个料架上面都有一个小桶子，他连小桶子都想要管得很清楚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应回来就是在 ERP 你有没有厨卫的这个管理的概念。那如果你公司又是食品或者是有一些特殊被要求到你需要记录到批号被追踪履历的时候，那就是你还需要批号管理的这个功能的模组。这一开始你在买的时候就要很清楚，就问他，我们公司要做厨卫的管理，所以你们的库存账是一个总账而已吗？还是说我想要知道每一个小格的账我都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差别很大，因为你买了，如果他没有就很辛苦了。ERP 只有一个总账，但是你的仓库里面有100个格子，你希望知道这100个料号放在每个格子里面什么格子，然后还有多少，那你就会不知道了，你就又变成说你可能额外再又写小本本了，写 Excel 了。那你这样的异化过程当中，其实会让执行这件事情的人更辛苦。那你如果已经买了，进来的时候，你的仓库才告诉你，老板这个做不到，你是用还是不用，你都会很两难哦。所以这件事有没有库存管理的厨卫还有批号这件事要先理清楚。我觉得我现在在外面遇到很多，就是他们遇到这样子的困难。ERP 最多总账，而且我还跟你讲，虽然今天不是特别篇顺便我就是要想讲，我就很想讲，可以吗？好，讲。有个 ERP 我真的是受不了它，仓库这个概念它都没有，它就是会告诉你我有库存，就这个品号有多少数量，那我对啊，总账的概念我就问他，那如果公司仓库有2区，那我在 A 区也有这个品号，在 B 区有这个品号。那我怎么知道在哪里有多少个？他说知道啊，所以他的有库存的管理只有讲品号的数量，但实际上应该是这个品号在哪一个仓库里面有多少数量。我还不跟你讲，这个仓库里面有100个厨卫嘞。我说每次跟他沟通也很头痛啊，很神奇啦。这个也不是说新的 ERP 啦，这个已经在产业已经20年以上的 ERP 了。所以你看，如果你买了这个 ERP， 你用了20年，我就觉得这个老板，你们的仓库的人真的很厉害。他的手账很厉害，像我自己会觉得说，买东西就是要货比三家。那在选择像这种流程管理的系统你要怎么样去货比三家呢？首先，我们有一个前置作业，这个前置作业就是说，你要先把你希望的流程，或者是你们目前正在运作的流程，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最好是有白纸黑字写下来。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如果工厂是有走ISO 的9001的认证规范的话，应该是要有这样子的文件。当然有很多可能，说了跟写的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当然要求就是最基本的，导入一个系统就是要说写做一致。我口中讲出来的，跟我在操作标准流程书里面写的，跟我实际在做的呢，是要是一模一样的动作。那在我们的软体系统还没有进来之前，那我们至少就是要保持到，就是我们说的东西跟我们做的东西是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既有的这些流程，我们可以请 A、B、C 3间厂商来，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作业流程是这样子，那请你告诉我们有没有办法对应到你们的软体系统里面来。那如果他可以很快速的回答你，甚至很清楚的告诉你，如果是按照你们的作业流程，要怎么样来运用我们的 ERP 系统，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厂商呢，就非常值得你持续呢去跟他做交流，那甚至最后去采购他们的系统。对，因为如果说针对你们提出的流程呢，它永远只有1001套说法，就是公司教育训练那一套，很多公司就只会这个回复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见得会适合你们的产业，因为每个产业都有它自己的 know-how， 虽然我们用大方向来讲都是产销人发财没有错，
可是每一个公司的产销人发财，可能都有他们独特的一些流程。那这些流程上面来讲，有没有办法被这些 ERP 系统里面的管理方式给纳管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前提就是你一开始就要先知道你想要做什么样流程的控管不要等别人来告诉你，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你才是专家。ERP 厂商他就是做资讯软体系统的，纵使他有一些产业的 know how， 但是他并没有比每天都身处在这个行业已经20-30年的工厂这边还要来得更熟悉。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是业主这边要采购 ERP 系统的话，我会建议不要站在一个被动的角度去接收资讯，而是要主动出击。我们已经把我们内部的流程整理好了，对，然后我提供给你，你告诉我我们现在的作业流程要怎么样上到你的系统里面来。如果这个厂商他可以很明确的跟你回答，那我想他就是一个很好的 ERP 厂商。确实，因为其实大部分我们在做一个系统化之前也先把自己的流程先理清楚，先做标准化。做完这件标准化，你很知道我就是要做到这样的状态。那为什么我导入 ISO， 我把流程跟标准都很清楚的时候，你还要买系统？因为透过纸本这样在写太辛苦了。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你看到的系统其实是要回来解决你核心问题，是希望把你的标准框在系统上面，而不是买了一个系统之后，然后让它限制住你的流程跟发展，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如果公司在 ISO 流程上已经是清楚的，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再去找系统。另外一个状态是，那我还真的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判断的时候，找一个你信任而且可以的第三者，让他帮你来厘清一下。就是他可能对于 ERP 也够了解，但是他不是卖 ERP， 他说他了解你要什么东西，然后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再帮你做一个筛选之后，告诉你说，你有3间我帮你看过，可能 B 比较适合你。这样你在往后面在推行的时候会比较不会走冤枉路。我们其实为什么一直讲回来，我们为什么要拍这些影片，都是希望业主如果很有缘分，你看到了，不要让你走冤枉路。你可能每个礼拜花个10-20分钟看一下，对，要时间，但没有花很多时间稍微我们大家知道说，原来其实是工厂医生跟工厂诊所都是想要帮企业不要走冤枉路的这个概念。而且虽然呢，你只有花一点点时间，但是事实上你没有花到钱一般我们到工厂里面去做一些顾问辅导，还是要收费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会做一些这些影片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呢，其实也是想要推广因为我们希望说大家不要白花钱。你既然想要买东西的，那我们就买真正适合自己的。你想要花钱去改善你的作业流程，那我们就真的要打从心里知道说我需要的管理项目是什么，然后针对这些议题上面来去解决那些问题。所以像我们在帮客户规划流程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到客户端去 demo 我们的 MPR 系统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跟客户询问说，你们目前的作业流程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想要询问采购的厂商，他从来没有跟你问过说你们现在目前的流程是怎么做，那这个你可能就要小心了。对啊，我又要想特别篇了，可以吗？可以吗？这个我们保留到下一集碍于影片的篇幅啦，已经蛮长了。好，因为我们小编已经在流汗了。太精彩，太精彩！我刚刚听都一直觉得鸡皮疙瘩一直起来。谢谢工厂医生、工厂城市说还有医乐科技精辟的分享。还想要听我们讲更多有关于传产制造业的知识吗？或者是想知道什么吗？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赶快订阅，开启小铃铛哟！订起来。偷偷说一下，我们现在 Podcast 上面也上架了，在各大 Podcast 的平台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哦。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影片，就可以用听的，开车的时间就可以听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下期见，拜拜。